大家都知道 VPN，但是 VPN 的下一阶其实叫 SASE。SASE 是一个更完整、更棒的解决方案。那 SASE 是什么呢？这一周我们不讲新闻周报，我们这一周来讲 SASE。那 SASE 它的全名叫做 SASE Secure Access Service Edge。那中文我们常常翻成安全存取边界，边界或者是边缘也可以。它是一个很火红的议题，就是如果你现在是在用 VPN， 企业是在走 VPN 的，那你应该已经有听过 SASE。好，那 SASE 是什么？我们这一集好好的仔细来跟大家拆解。好，我们再提醒大家，我们有一个抽奖的活动，就是记得我们在上一集里面有提到，就是你可以从封面里面找到一些线索。我们在第25集的时候会有抽奖的活动，就是如果你猜到我的密码，猜到我暗藏的内容以后，我会送你一支 YubiKey。好，这个大家记得要去观察封面哦，也要记得这个活动。那活动就是在第1集到第24集任何一集的下方留言处，你只要有留言，然后只要是我的密码，好，我藏在这个封面里面的密码都可以参加。好，就是第1集到第24集，我们在第25集的时候会抽出这个幸运的得主。好，那很多人一听到 SASE 就想到了零信任，想到了远端办公，这些上面都是上层的应用。那今天我们要往下钻研，去看这个 SASE 的起点是什么。当你决定导入 SASE 的时候，你的办公室、你的实体网络、你的安全如何高效的跟 SASE 的云端平台对接。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开始的第一里路。那这个 SASE 的这个系列里面，我们会有很多集，不会只有这一集就讲完。我们会讲第一步如何开始。那第一步的第一里路，我们拆解第一个核心就是部署在防火墙内侧的这个神秘的盒子或者是虚拟机，如何由内而外的建立起连线，颠覆传统的 VPN 的设定思维。好，这一集非常适合网络管理员、架构师，以及甚至是你想要自己搭建一个这样子的架构的人，都可以一起听。好，那以及如果你是需要跟客户解释什么是 SASE 的优势的治安顾问跟业务，也是很适合的。这一集我们定义是中阶的节目。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会很难的话，你可以先去复习我们前面几集的 VPN 的介绍。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就来进入 SASE 的世界。好 ，SASE 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建立站点的连接。好，那第一部分的这个问题的起点其实就是传统的架构。我们先想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改变这个架构？因为传统的网络的架构其实是城堡跟护城河的模型，所有的办公室的流量都需要透过昂贵的 VPN 的专线协定，或者是不稳定的 IPsec VPN。那这个MPLS 是有品质保证的，但它昂贵。那 IPsec VPN 它其实是中间有被干扰的风险可能，在我们前一集里面有讲，我们要翻越长城防火墙。那长城防火墙也会知道你在用 IPsec VPN， 所以它可以去干扰你的连线。好，那当这些流量送回总部资料中心的时候，还要穿越防火墙、IPS， 甚至是网页过滤检查以后，你才能连上 Internet。在这种云端的时代的架构，就会遇到3个瓶颈，因为我们的分点办公室要透过 IPsec 或 MPLS 回到总部，再上网出去。那出去的时候才会有 IPS 啊、网页过滤的保护啊，那此时就会产生3个致命的瓶颈。第一个是效能的瓶颈，好，例如员工只是想要去存取Microsoft 365或者是 Salesforce， 但是流量却要先绕回总部。举例来说，如果我要用 Teams， 我人在上海，然后我从上海的分点连回总公司，总公司再连回 Teams。好，那这个 Teams 的流量要绕回总部，那其实它就有延迟跟绕路，所以很多人就会有品质不好、体验很差的问题。再来是管理复杂，那你每部署一个分点，IT 管理人员就要去部署一个 IPsec 的通道，那还要处理 NAT 的问题，因为在 IPsec 里面要穿越 NAT 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管的分点站点越多，
那要管理数十个站点的 VPN， 那根本就是恐怖的噩梦，因为你设定何其多，假设这个节点还要放在防火墙的后头，如果它放在防火墙身上，这个防火墙身上还会有管理上的挑战，因为我如果是骇客，我可以去攻击你外头的入口的这个 firewall， 那让这个 firewall 变得很忙碌。当这个外头的 firewall 很忙碌的时候，你就会有被攻击的风险。好，所以现在的架构其实大家都希望我可以躲在 NAT 的后面。再来是安全不一致的问题，就是员工在公司在家办公，套用的安全策略可能是不同的。好，我们很希望我们的设备如果给员工带回家，在家里上网的时候，这个设备其实是要能够被保护，不要被窃取资料或者是被入侵的，形成治安的破口。那 SASE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把它放在总部的整套的治安设备，把它虚拟化了以后，搬到了全球分布的云端节点。而今天的主题就是在讨论这件事情，你的办公室如何无痛的接入最近的云端节点。好，第二部分核心的技术拆解，就是我们需要一个由内而外的反向通道，inside out connection。传统上在连接这个两个站点，我们最常用的是这种 IPsec VPN， 那意味着你的总部的防火墙要开一个特定的 port， 让你建立 IPsec 这个服务节点，去把这个连线建起来。那通常是 UDP 的500 port 或者是4500 port。好，那当你接收到这个外部来的连线请求，就像你在城堡的城墙上面开了一个众所皆知的入口，我在这个城墙上面里面已经打了一个洞，那这个洞是 UDP 的500 port 跟 UDP 的4500 port，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从这个孔洞钻进来，甚至是我就丢一个热水瓶，或者是我丢一把泥巴把这个洞塞住了，你的 VPN tunnel 是不是就无法建立起来？好，所以 SASE 的主流做法，它就是完全相反。首先，它不会去变动我们的防火墙，因为我们的防火墙的内侧 LAN 的环境里面，它会去部署一个轻量级的设备或者是虚拟机。好，那不同的厂商对它有不同的称呼，例如 Palo Alto Networks 称之它为 Service Connector，Cato Networks 称之它为 Socket。Zscaler 则是有 Cloud Connector， 在 Akamai 上面有 Connector， 那这几家它的动作原理是完全是相同的，我们姑且可以称之它为 SASE 的连接器。这个连线的发起是由这个 SASE 的连接器开机以后，它就会像一台普通的电脑，由内部从里面往外面去建立连线。好，那从里面往外去建立连线，通常会是使用443 port 的这个 HTTPS 的流量。一旦这个通道连建立成功了，它可能会建立一条或者是多条的加密控制的 data 的通道。好，那我们可以叫做它叫 Control and Data Tunnels。常见使用的就是 DTLS 的技术或者是 TLS。那 DTLS 它走在 UDP 上面的，所以它的交互速度会比 TCP 的 TLS 来得快。这会带来什么好处呢？这个是由内而外建立的连线，那这个转变变得很简单，它是一个革命性的、极致安全性的，因为连线是从内网发起的，所以你的边界防火墙只要有开放对外的连线规则，对于外头的骇客来说，他就不知道你这个连接器的入口在哪里，甚至无法扫描去找到你的入口。还记得我刚刚讲的城墙上面开了一个 UDP 的500 port 跟4500 port 的这个 UDP port number 吗？那他就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当你开了 UDP 的500 port 或4500 port 在外头，你的城墙上就有一个洞，这个洞是大家看得到的，扫描会找得到的。我可以把这个洞塞住了以后，你就不动，你就无法建立连线的。好，所以对于骇客从外头想要找到这个连接器的入口，
甚至对这个连接器发动 DDoS 来讲，它会变得极度困难，部署也会变得极度简单。那 IT 人员不需要再去设定复杂的 IPsec VPN 的参数。那部署这个连接器的时候，通常也可以很简单，因为我们可以在总部就已经设定好，我这个连接器是如何上网的。例如，它是拿到一个 DHCP 的 IP 就可以上 Internet， 或者是它要用 PVPoE 去做拨号连线的动作。如果它要用 PVPoE 去做拨号连线的动作时，那我们预先就可以把 PVPoE 的账号密码把它设定好。好，当它设定好了，它就可以直接上网，而不需要我再派一个 IT 人员到现场把它做装机，然后环境设定，然后去协调当地的 firewall， 要去设定 IPsec。那这里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部署就会很容易，甚至我只要派一个快递，把这个盒子或者是这个虚拟机在远程，我们就把它部署到当地的虚拟机环境里面，我们就可以快速把它部件起来。就是我们设备插上电，连上网，它就可以自动去寻找云端节点最近的节点处去做注册跟建立通道的动作。那这个过程只要短短几分钟，它就可以完成。所以这种小盒子、这种 connector 或者是这种连接器，这个 SASE 的连接器，它一旦连线成功，它就可以变得很方便它就不需要自己去做设定的动作，它就会去找云端的节点报到。那如果这个云端的节点故障了，如果发生问题，它也可以寻求备援的节点。所以以往我们 IPsec 两边的资料是要设定的一模模一样样，两边的 pre-share key 是要一致的，我才有办法把这个 tunnel 建立起来。那用了这个 SASE 的连接器，那它就会方便很多，它就会自己报到，自己建立连线。那同时也会解决一个好处，就是 NAT 的好处就是它是标准的 outbound 的 HTTPS 的流量，它是很容易做 NAT 的传阅。比如说我是一个美妆品牌，我在百货公司里面有一个专柜，那我这个专柜呢需要有库存的系统，那我库存的系统是需要跟总部连接的，然后回报说我现场有多少库存，库存如果不够了，我哪一家分店还有哪一些库存资料，可以引导客户去不同的门店去采购。好，那此时要把这个库存系统可以连接起来，那它就势必要跟总公司去建立一条 VPN 的连线。好，那 SASE 的架构就会有这个优势。这个百货公司的网络环境是 NAT 的，那它就很简单，它就不需要去申请一个固定 IP， 我就直接用这个 NAT 的环境，直接就可以完成部署。如果假设这个百货公司里面有20家门店，如果20家门店都要用 IPsec VPN， 那它都在 NAT 的环境下，那它是不是就要跟百货公司去申请这个 NAT 的 mapping 啊？那百货公司是不是设定的很麻烦？它的规则是不是很复杂？那百货公司的这个防火墙的性能就要足够强大所以去做这种在城墙上开洞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是很困扰。但如果有了 SASE 的架构，那相对也比较简单。我甚至是门店自己假设是申请一个独立的 ADSL 线路在环境里面，它都不需要去做复杂的管理，甚至直接用 SASE 连接器的 PVPoE， 它就可以有效的建立连线。好，所以它有很大的优势，就是我把盒子丢到现场，我就可以把连线建立起来。它是一个很方便的，就像你可以想象的，就像中华电信的 MOD， 你把它丢到把它丢到环境里面，它预先就已经设定好了，所以它预先就知道这个盒子是哪一户的，然后它插上网络以后，它就自己就可以上网，就可以看电视的。所以 MOD 的小盒子，它其实是已经预先被注册好的。环境也被设定好了，它只要插上线就可以了，它不需要很复杂的设定。那 SASE 的连接器也是相同的道理。好，会听到这里，我相信你一定是在 IT 产业或治安产业的同好，然后对这个讯息是很有兴趣的。好，所以第3部分我们就要来讨论流量如何导到连接器。
通道建立好了，那员工的电脑流量要如何送到这个 SASE 的连接器呢？那通常有3种做法。那第一种做法就是，如果我是在核心办公室里面的，那就是我有需要送往 SASE 这个 Cloud 上面的 PUB 节点或者跟分点建立的，我用策略路由的方式，在核心交换器上面做 PBR 做策略路由，把需要的网段就送往的下一跳就送往这个连接器的 IP， 由这个连接器的 IP 去跟云端去建立连线。好，那再来是预设闸道，如果我是分点的办公室，我们就可以预设说，我这个分点的办公室的预设出口就是这个 SASE 的闸道。好，那所有的流量都到 SASE 的闸道以后，再决定我哪一些是直接到云以后直接上 Internet， 同时它就可以解决我们刚刚那个问题嘛，就是我可不可以在当地就连到 Teams 嘛，就不需要回到总部。好，所以这可以在 PUB 上面去做这个决定。我预设就可以先把它送到 SASE 的网络里面去。好，那它相对的就来的比较单纯。那所有的分点办公室都到 SASE 的网络，由 SASE 的网络决定哪一些网段要回到我的总部，也可以搭配其他的方案，例如 Proxy 的 PACK 档，或者是 GRE， 或者是 IPsec 等通道，将它再度导入。好，那我曾经在部署某一个机密等级很高的单位时，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它先把 SASE 的架构搭建起来了以后，在上面再跑一层 GRE。换句话讲 ，SASE 的架构对它来讲就是一个 overlap 的 Layer 2 网络，我在上面已经把各个分点把它串起来了，串起来以后，上面我再搭我自己的加密方案。那就是等于在上面加了一层又加一层，然后利用 SASE 去部署它最近的连线的网络，因为 SASE 本身就有这个特性嘛，就是我把各地我都到最近的节点，好，那各地的节点到最近的节点以后，使用 SASE 的网络再桥接回我们的总公司。我们在上一集的 VPN 里面其实就有提到这件事情。我们上一集的举例是，我可以到上海的节点，然后到上海的 SASE 的节点以后，穿越了长城防火墙，穿越了台湾海峡，然后跑到台湾，然后从台湾的 SASE 节点出来以后，我再到我的总公司去建立连线。好，那它相对的就会架构就会变成是长相，它的架构相对于这种逻辑就是可以翻墙又有交通号志，我可以去决定我到什么时候我可以决定依据我的政策决定我的路由方向。例如我要到总公司，我的总公司路由到了从上海进来穿越到台北后，从台北的路由到总公司然后我可能有些流量是 LINE 的流量，我就从上海的 SASE 的节点进入以后，我就跑到了台北的 SASE 节点出来以后，让它直接去连线 LINE 的流量。好，那甚至是可以看 YouTube。那这里面就形成一个特殊的应用情境。如果假设你是企业里面的 IT 的管理者或者是工程师，评估这个 SASE 的供应商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去了解一下每一家的动作原理。那虽然我刚刚做了很多的举例，那每一家的特性都还是略有不一样，所以你需要搞清楚他们连接的方向部署流程是否还支援高可用性，就是有的可能它是 SASE 的连接器，它可不可以建立 HA？ 那 HA 这个方案是什么？那它是 Active Standby 还是它是 Active 的？那这个逻辑架构也会有所不同。如果你需要做这种概念型验证的话，通常我也会建议你先挑一个单纯环境很简单的小型分点开始测试，同时去观察它的部署时间。这个工程师他花多少时间去部署？对于使用者的线路品质影响是什么？你就需要有一个测试的标的物。我们刚刚举的百货公司里面，它要进库存系统，比如说他平常进库存系统，把这个库存系统打开这个页面，他平常要花5秒，这个页面才载完。那换了这个架构，它是不是会5秒，会不会变成2秒，会不会变快？所以在这个导入之前，你会需要有一个这种观察的标的物。
然后去确定这个连线品质的样貌。那比较难一点的就是像 Teams 这种量测就会稍微难一点，因为到底语音有没有延迟，然后画面有没有延迟，我们比较难有一个方法可以做好一个量测。但是如果你是用网页形式的量测，那可能很容易。我们可以看网页开的秒数，或者是传档案的秒数。在思考流量导入前，我们要先管理好我们的导入策略。我哪一些流量要进去？我是要用 PPR， 还是我要改成 Default Gateway？ 我的网络架构变化是什么？好，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去设计这个路由的政策，要把路由政策预先就把它设计好，让这个路由政策是可以真的有效被执行的。好，那路由进来了，你也要考虑横向的连接。那此时微分段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主题，那它是不是有资源微分段或者这个 micro segmentation， 就是如何我可以进来以后，我还有更细的防火墙规划，那它是否还支援这件事？好，如果你是销售这方面产品的业务或顾问的话，你可以去抓他们的痛点，就是这个客户如果假设他有10几个 VPN 分点，那他很适合就可以考虑这件事情，因为他一定有管理复杂这件事情，还有是不是有连线品质的挑战。好，然后我们可以介绍给他说，你这个网络架构是长什么样子，是不是像一个小盒子，就很快的可以部署起来。如果假设啦，我是资安长或者是我是资讯长，如果我有很多个分点，其实我也会把它换成这个架构，因为部署起来是相对简单。然后这个盒子对外它并没有任何服务的 port number，所以它相对于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SSL VPN 好了，它比较不会有这种漏洞需要被修补的问题。例如我用了 SSL VPN， 如果这 SSL VPN 的厂商它发生了网页上的服务器的弱点，那我们就要等它修补好，然后更新这个弱点的 patch 档以后，我才可以继续使用它，否则我们可能预先有漏洞了，我就要先把它停止服务，不然骇客可能从外面会渗透进来。所以 SSL VPN 它其实是有这样子的缺点的。但如果用成 SASE 架构，这个 SASE 的小盒子就算是部署在 Internet 上面直接出去的话，它也没有入口的洞，它也没有入口，像刚刚 IPsec 它需要有一个 UDP 500、UDP 4500的 port number 去做 service，它其实是相对的会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们已经看不到外头连进来的 port number， 那换句话，你看不到就没有攻击它的可能，因为攻击者在上面找不到你入口的那个节点嘛，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那这代表也得到了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我未来开新的据点，甚至 IT 人员他其实是不需要到现场的，设备寄过去，只要插上电，网路线只要先标好，我只要把网路线插上去，它立刻就会去跟 PUB 节点报到，然后套用全公司相同一致的安全网路的安全政策，这样子你就可以从这种繁琐的这种 VPN 维运的架构里面腾出空间来。你可以简单的做到，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找一下这种服务的 SASE 的厂商去体验一下这种几乎全自动的这种部署方式是很方便的。我们帮大家做一个总体趋势的分析，我们今天谈到的这种 SASE 的连接器架构，它正在产生一个巨大的趋势，就是传统这种分公司防火墙的这种部署方式，它已经渐渐式微了，就是过去以前每一个分公司都会需要一个 UTM 的防火墙来做基本的上网安全过滤，但是在 SASE 的架构下，它已经有复杂的检核机制，跟威胁防御、沙箱、DLP， 甚至因为它把这些结构都移到了云端，所以分公司的 SASE 连接器它只剩下了2件事情，它只有剩下建立安全通道以及基础的 SD-WAN 的路由工作，所以连接器只做这2件事情，安全的事情都移到了云的 PUB 上面做这件事，这使得企业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更简单的设备取代这种分点的防火墙，它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硬体采购跟维运的成本，更实现了这种
安全政策集中化的优势。未来这种分公司的网络它就会越来越傻瓜，那智慧的大脑就会变成放在 SASE 的云端。希望透过今天的技术解析，让你能够对 SASE 如何落地有一个第一步，有一个很清晰的轮廓。这里面其实有3个关键的重点，就是内部部署，由内而外建立连线，无需英镑的规则。这个就是 SASE 连接器上面它可以兼顾安全性与便利的核心方法。好，那这个我们今天解决了这个办公室的连线建立问题，移动中的使用者在家办公的员工又是如何连接进 SASE 这个安全体系呢？这个就是属于零信任存取的处理范畴。那我们后面 SASE 的第2集，我们就会来讨论这件事情。这就是属于 LTNA 零信任存取要处理的范畴了。没错，我们下一集其实就会来讨论这个技术特辑的主题。如果这一集的内容对你是有帮助的，请务必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上面给我们5星好评。如果你是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记得订阅我们，并且按赞、分享、留言。那如果你的网络环境已经变成了 SASE， 或者是你还在使用 VPN， 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哪一家的 VPN， 用的是哪一种架构。那我们欢迎大家来讨论这个议题。